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Yoshiko TV。我们今天来到的场景非常的特别，大家有发现我们现在是在内湖的 IKEA。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 IKEA 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万华的案子接近要完工了，然后我们有受到屋主的委托，希望我们可以在一定的预算里面去帮他挑选他之后也可以沿用的布制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 Yoshiko TV 的观众们一起来帮我们的屋主挑选这次要使用的布制品。那我们今天要挑选的产品有哪些呢？其实我们在事前已经有先做一些功课。那我们这次主要会根据屋主我们帮他挑的家具的颜色，还有油漆颜色等等的这些软件去挑选我们的布制品。那像它的主卧室床包，我们这次是希望可以挑一个灰色系或者是浅色大地色系的床包来做搭配。那装饰品的部分，我们就会根据现在现况的照片搭配我们现场的产品来做挑选。那我们今天的企划内容呢，就是希望可以把所有总预算控制在1万块以内。那至于小编我们会不会失心疯呢？就请各位观众跟着我们一起逛下去吧。像这个也不错这个感觉可以放在那个茶几上面，然后上面有一个咖啡杯，像这样。找到了！我们要挑2组单人的床包，感觉要挑素色的、灰色的。然后配我们浅灰的床头板，这个是枕头套，就这么漂亮，怎么办？像这种深灰色的应该也蛮大的，它应该有一组的这种，感觉可以浅色的床包，然后深色的枕套被套，像这个吧，我们原本看的是这个，这边的。那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条纹。花纹是不是也不错？好，而且这个比较舒服一点。好，我们挑这个好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配一个浅色系的撞色，还是要同样灰色？感觉配一个撞色一点会比较好。但这个好像又有点太跳色了，这个吧，那个感觉可以，这样蛮搭的，跟它的那个山水画也不会说太抢戏。好，就这个。相框很多种怎么办？我很想要全部都挑一个。感觉尺寸上来说的话，可能这个好像差不多。然后可能不同大小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后的堆叠。细框像这种，你觉得这样小的也可以。其实我觉得这种金属的也不错。它也可以挂着，或是摆在桌上。好，越拿越多，但这样也蛮不错的。我觉得他们家也蛮适合用这种暖色、木纹色的，然后可能也是可以分方形的跟长方形，像这样子。好，不错，越拿越多了。就是我们有先跟屋主讨论过，我们可以放在那个书房的地方，然后在书柜的地方做一个垂坠的感觉。我觉得配这样好像蛮不错的哈。对，然后它的书架一整面的书墙就可以有一点点点缀的感觉。
这个的话，它的那个休憩区、咖啡区，其实也可以放个小的在那个实木的桌板上面。然后我们还有另外挑一个，也是垂坠型的，像这个，也是可以放在它的休憩区，或者是它的另外一个书柜。好的，那我们经过了大概有2-3个小时的挑选，我们终于把屋主有需要用到的布制品都挑完了。那包含那个，我们后来临时又加了这个灯具，然后可能床包也多买了一点。现在那个明细落场，但是我们应该是有控制在预算里面，或者是小小超标一点点。我们都有和屋主讨论过，他也都很大方的说没有问题，他可以买单，因为我们刚好都挑了他很满意的东西。好，那我们之后实际会在我们案子的案场会去进行布置，到时候我们再和大家揭晓布置完的样子哦。想看更多影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追踪 FB 粉丝团和 IG 接收更多的资讯。还有，旁边是我们的推荐影片。じゃあ、皆様またね。